来看看中国 AI 界最新的遥遥领先闹剧。这回是阿里巴巴在春节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他们的通义千问 2.5 Max 超越了所有对手。这不禁让人想起前几天刚翻车的 DeepSeek， 这是要开启新一轮的 AI 大跃进吗？大过年的，当所有人都在和家人团聚的时候，阿里巴巴却急不可待地发布了所谓的突破性 AI 模型。他们声称这个 Qwen 2.5 Max 在所有11项基准测试中都全面超越了 GPT-4、DeepSeek V3 和 Meta 的 Llama。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耳熟？就在20天前 ，DeepSeek 不也是这么说的吗？让我们来算算这个时间线：1月10日 ，DeepSeek 发布 V3 模型；1月20日又放出 R1 模型；1月22日，字节跳动就说自己超越了 OpenAI。现在到了1月29日，阿里巴巴又跳出来说自己全面领先，这速度怎么看都不正常吧？难道中国的 AI 研发真的这么神速，每隔几天就能有重大突破？更有意思的是，阿里云在公告中说，他们用了超过20万亿 token 的预训练数据。这个数字大家品品 ，OpenAI 训练 GPT-4 用了超过100万亿 token， 而且是在拥有完整互联网数据的情况下。那么问题来了，在一个连 Google 都上不了的国家，阿里巴巴从哪里搞来这些高质量的训练数据？先不说数据质量，光说模型性能，阿里这个超越之说就很可疑。要知道，就在去年江平事件中，阿里的 AI 数学能力被一个17岁的服装系学生完全戏耍。现在突然说自己超越了全球顶尖的 AI 公司，这不是在开国际玩笑吗？而且更讽刺的是什么？就在阿里宣布这个所谓突破的同时， OpenAI 刚刚指控 DeepSeek 涉嫌盗用其模型。连 DeepSeek 这种被官方力捧的明星企业都难逃抄袭质疑，阿里这个素来以模仿创新著称的公司，他们的模型能有多少真材实料？你要说中国在 AI 领域完全没有进步，那也不对。但问题是，在一个要求所有 AI 模型都必须事前报备、符合主旋律的国家，怎么可能诞生真正具有突破性的 AI 技术？这就好比你说要培养出世界级的拳击手，但要求他们打拳之前必须先请示领导，出拳还得符合规定动作，这可能吗？回顾历史，从汉芯到神舟号，从高铁技术到新能源车，中国的每一次超越世界都是从模仿开始，最后都难逃抄袭的质疑。现在这个 AI 领域的遍地开花，怎么看都像是又一出大跃进戏码的重演。但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就在阿里宣布超越的同一天，他们的这款突破性产品连个像样的应用场景都拿不出来。你说你那么厉害，好歹也得拿出点实际成果来看看吧。这不禁让人想起某位网友的一句妙评：中国的 AI 发展就像是小孩过家家，整天喊着我赢了，但从来不敢真刀真枪的较量。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的科技公司总能在国外发布新技术后的短短几周内就宣称超越？让我们来扒一扒这背后的猫腻。先说阿里的这个 Qwen 2.5 Max， 他们号称采用了超大规模混合专家模型，听起来很厉害是不是？但细究起来，这不就是 Google 2017年就提出的 MO Mixture of Experts 技术吗？连核心架构都是拿来主义，还好意思说全面超越？更离谱的是定价策略。自从去年5月 DeepSeek V2 以每100万 token 1元人民币的低价入市后，阿里就跟着降价 97%。 你没看错，是降价 97%。 一个真正有技术实力的公司会靠这种自杀式降价来竞争吗？这不就是当年千团大战、打车大战的翻版吗？再看看他们的研发投入，阿里在财报里号称每年在科技研发上投入数百亿人民币，
但问题是他们的技术创新在哪里？过去10年，阿里最大的创新不就是把美国的商业模式复制到中国，然后在防火墙的保护下垄断市场吗？让我们对比一下数据 ，OpenAI 用了约1万名员工，花了超过100亿美元才打造出 GPT-4。Meta 的 Llama 用了约5000人，投入60多亿美元，就连微软光是在 OpenAI 上的投资就超过130亿美元。而阿里呢？他们居然说靠一个几百人的团队就能全面超越这些巨头，这不是在讲神话吗？有意思的是，阿里在发布会上特别强调他们的模型符合监管要求，这句话耐人寻味啊！大家想想，一个连新闻自由都没有的国家，怎么可能在需要大量开放数据的 AI 领域实现真正的突破？这就好比你说要研究海洋生物，但只能在鱼缸里观察金鱼，这可能吗？更讽刺的是，就在阿里发布这个所谓突破的同时，中国的程序员们正在忙着什么？是在研究前沿算法吗？不是，是在研究怎么让 AI 回答符合主旋律。有个程序员在社交媒体上吐槽说，我们每天80%的时间都在调试审查规则，剩下20%的时间在担心自己调试的规则是否足够严密。而且大家注意到一个细节没有？阿里这次发布的时间点选在大年初一，这时间点选的真是妙啊！当所有人都在吃年夜饭的时候，突然放出这么个新闻，不就是不想让人仔细追究吗？这招数跟当年某些上市公司选在周五晚上发布利空新闻如出一辙。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阿里这个模型到底在哪些领域超越了对手？官方公告里说，在11项基准测试中全面领先，但具体是哪些测试？测试数据在哪里？第三方评测在哪里？这些关键问题，阿里一个都没回答。这不就是在玩空手套白狼吗？那么问题来了，这场闹剧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示？让我从3个层面来总结一下中国 AI 发展的困境。第一，这是典型的内循环思维在作祟。在中国，一个公司说自己遥遥领先，第二天就会有竞争对手跳出来说我更领先。DeepSeek 说自己只花了557万美元就超越了 OpenAI， 阿里立马就说自己全面领先，字节跳动也不甘示弱地宣称超越欧一。这让人想起了当年亩产万斤的年代，一个公社说自己亩产10万斤，隔壁公社马上就说自己亩产20万斤。结果呢？最后都是一地鸡毛。第二，中国 AI 发展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数据质量和创新环境。且不说中国互联网是个被割裂的局域网，光是那些审查要求就足以扼杀任何真正的创新。美国投资者伯恩斯坦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 AI 模型的训练数据中，超过60%是机器翻译和改写的内容，这些数据质量能有多高？这就好比你想练就一身好武功，但只能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出招，能练出什么真功夫来？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中国的 AI 发展陷入了一个怪圈，为了证明自己不输于人，不得不靠夸大宣传来给自己打气。但越是夸大宣传，就越难以进行真正的技术突破。就拿阿里来说，他们号称在所有测试中都全面超越对手，但连个像样的应用场景都拿不出来，这不是自欺欺人吗？更讽刺的是什么？就在阿里发布这个所谓突破的前一天， Scale AI 的 CEO 汪涛爆料说 DeepSeek 可能拥有多达5万块英伟达 H100 芯片。这是什么概念？按照目前每块 H100 芯片3万美元的市价，光是硬件投入就要15亿美元。这么算下来， DeepSeek 之前宣称的557万美元训练成本，起步是在跟全世界开玩笑。有个业内人士的评论说得特别一针见血，中国的 AI 发展就像是一个人照镜子，
以为自己看到了全世界，其实只是在看自己的倒影。确实，在一个连 ChatGPT 都用不了的国家，在一个 Google Scholar 都要翻墙的环境下，还指望能培养出世界级的 AI 人才，这不是痴人说梦吗？看看阿里这次的表现就知道了。他们在海外市场上可以说是惨败，海外用户根本不买账，反倒是在国内，凭借着强大的护城河，也就是那道众所周知的墙，他们可以随便怎么吹牛，都没人能验证。最后说句实在话，中国确实有不少优秀的 AI 人才和企业，但问题是，在一个处处要求自主创新，却又处处设限的环境下，这些人才和企业能发挥出多少实力？就像一位从硅谷回国的 AI 专家说的，在中国做 AI 研究，就像是戴着镣铐跳舞，再天才的舞者也跳不出优美的舞姿。所以，当你在看到中国 AI 界的遥遥领先新闻时，请记住这句话：真正的技术创新从来不需要靠喊口号来证明。当你看到一个科技公司整天在强调自己多么领先的时候，那往往恰恰说明他们其实并不领先。至于阿里这次的突破，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不过，按照以往的经验，这种突破的结局往往都是要么悄悄降温，要么戏剧性翻车。毕竟，在科技创新这条路上，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装神弄鬼不如踏踏实实。这就是我对这场闹剧的全部看法。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太悲观，不妨等着看，时间会证明一切。毕竟，在一个连维基百科都上不去的国家，还指望能诞生世界级的 AI 突破，这本身不就很魔幻吗？